现在用，现在幸福感马上 up， 这样子到底是要换还是不要换？哦，你老公不会洗碗，不见得所有的男人都不会洗碗啊。荷叶边、海带、梅干菜，我还有经历过一个很可怕的事件，脱下来痛了半年，搞得跟健身一样。嗨，我是安娜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从频道开始更新以来呢，我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家居啊、家电的一些影片，几乎每一集都受到了大家的喜欢。我也看到很多大家的留言，谢谢安娜的用心，看完之后更了解啦。本来没想买，看完安娜介绍之后，结果下单了。这些年呢，因为成立家庭，经历了几轮买房还有卖房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也不停的在购买家电，踩到过雷，也遇到过很多很好用的产品。我也还记得自己每一次在选购某一个家电的时候的那种心情，非常茫然彷徨，因为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花了一大堆钱之后，结果买了一个雷回家。所以我开始思考，在这些家电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一用就迅速有感的。所以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，现在用，现在你的生活就会蜕变有感的幸福家电。今天这一集呢，不论是你第一次买家电，还是想要汰换升级家里的产品的，都可以来看一看。今天聊到的这些家电啊，我觉得在我心里排名是有一点点的先后的，可是它们之间的差距又真的都很小，所以我在排名的时候呢，纠结了很久。好了，我不喜欢卖关子，你们都知道。我先说第一名，第一名当之无愧就是净水器。我是个超级爱喝水的人，我爱喝水到呢，我的杯子都很大。有点大。在家里装净水器之前呢，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用的都是煮水器。久了之后呢，煮水器上面就会有白色的垢，看起来还蛮可怕的。而且那种煮水器啊，煮完之后的水还不能直接喝，你要放凉才能喝。像我这种水壶这么大的啊，我煮一次我大概就能喝一次多一点点就喝完了。而且那种煮水壶煮出来的水呢，它会有一个味道。为了改善这个问题呢，我后来就去买了滤水箱。对，是滤水箱，不是滤水壶，因为我真的超级爱喝水嘛。我买的是那种超级大 size 的那种。用了这个滤水箱之后呢，虽然味道的问题解决了，可是还是要把它煮过放凉之后才可以喝。所以为了解决喝水这个问题啊，当时我们家不算大的中岛上面，光我喝水的东西就有一大堆：滤水箱、煮水壶、凉水壶、杯子。后来我们去逛家居卖场，在那个家居卖场就看到有一个净水器这样子的东西，当时觉得说哇，还有这么先进的东西吗？虽然当时那个价格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讲好像有一点点的贵，可是呢，我就算了一下，光我在台面上放的那一些东西占掉的那个位置，我就按照当时我们房价的平均每一平的价格去算，我算一算好像又觉得蛮划算的，因为如果我用了净水器之后，我的台面上就不用放那么多东西了嘛，所以当下我就觉得说，这笔账算得过去，马上下定。我毫不夸张的说啊，我的生活真的是从我装下去那一刻大大升级了。不论什么时候我想喝水，我只要打开我的水龙头，水就出来了，而且可以自己选啊，不管是要凉水还是热水。之前和大家分享家电的影片的时候，就有观众给我留言说，可不可以出一集净水器怎么挑？其实现在家电这个赛道，几乎所有的产品它都很卷，各家的产品呢，科技上面也是各有所长。以我自己的取向和经验来讲，肯定是首选大品牌，有品牌背书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大家如果有在看我们的购物节目《理想生活提案》的话，会知道我每次都会提的我们的选品标准：美好、科技、安全、创新、强售后。这5个点呢，其实是从我一直以来买东西的时候会考虑的点里面提炼出来的。那现在的净水器的产品啊，和我10几年前第一次装净水器的时候比，其实多了非常多的选择，有厨下型的，也有桌面型的。厨下型的呢，又分顺热型的，还有带水箱的。我们家呢一直以来装的就是这种厨热型的厨下型净水器，和我们朋友家顺热型的那种净水器比起来，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的感受，出水量明显大很多。这样子出水量比较大的净水器，除了可以让我在喝水的时候等待的时间更短之外呢，煮饭的时候也会更顺手。如果有观众是有下厨经验的，就会知道，我们有些时候在煮菜的时候啊，要加水，那个水是需要加热水的。比如说像红烧肉啊、红烧排骨这一类的，用热水的情况下，会让那个肉质更软烂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出水量如果很小，你要等很久，真的就会很生气。桌面型的净水器呢，我自己是还没有用过，不过我最近一直在找有没有合适的，因为我想放一个在我的工作桌上。虽然已经有一个超级大的水壶了，不过因为我喝水实在是太快了，所以我每次喝完之后呢，还要跑来楼下，跑上跑下，我觉得很麻烦，所以我想要放一个在我的桌子上，随时随地可以喝水。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心仪的，如果大家有觉得用的不错的产品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有看我之前影片的朋友就会知道，我们家厨房呢装的是 3M Heat 3000这一个净水器。这一个净水器的水龙头，如果你的手是湿的情况下呢，去操作它会锈痘。这一颗净水器是装在厨房，从使用频率上来讲，很多时候它是为了应对煮菜这个使用场景的。那煮菜的时候呢，大部分时候手都是湿的嘛，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头大。那这个部分就要
提醒一下大家，在装净水器之前，你要考虑好自己的使用场景到底是什么。比如说你是装在茶水间，纯粹是拿来装饮用水的，那我觉得刚刚我提到的手指湿不好操作这个事情，你就不用太在意，因为通常在茶水间的情况下，手基本上都是干的嘛。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装在厨房的，手常常是湿掉的情况下，就要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。挑选的时候呢，就记得把手沾湿去测试一下。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颗净水器呢，很新奇，对不对？之前没有看到过。这一颗净水器呢是美国奇异净水的极蓄700G，他们看到我之前的那条影片呢，就很头铁的来找我说，他们家的净水器一定可以让我还有我们频道的观众满意，希望我来试用看一看，然后还拍了他们手湿到爆炸去操作的那个影片传给我。我觉得他们好像真的很有自信的样子，就跟他们说好，要不然就拿来我试用看看，这样子我就可以给正在考虑净水器的观众更多的参考。所以接下来这一趴呢，如果正好在观望 GE 极蓄700G 的观众，可以仔细的看下去。首先来说一说它的外观好了，整一颗龙头呢是这样子纯黑的，也是现在比较主流的外观设计。和其他我见的比较多的龙头比起来呢，它的这个龙头个头是比较高的。那高有什么好处呢？它个头高就证明你在下面放的杯子可以 size 更大一点。如果像我这样子喜欢一次性装水装一堆的朋友呢，比较高个头的水龙头就会更适合你一些。尤其我们在煮菜的时候啊，有些时候那个汤锅也是有一定的高度的，你就直接把这个汤锅放在这个附近的台面上，直接打开装水。功能上呢，其实现在各家都是竞争的状况。那像一般的常温热水的功能它都有，但除此之外呢，它还可以把热水设定成45度、70度跟95度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不同的需求你就可以使用不同的温度。像家里有宝宝的朋友就会知道，宝宝泡奶就是要用70度的开水嘛。我记得 Chris 当时刚出生的时候，真的是好在家里有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水的净水器。不过当时那台净水器呢，它的开水的温度是不能控制的，它出来有些时候可能是80几度，有些时候是90度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要拿开水加上温水稍微兑一下之后再拿去泡奶。不过这一台呢，它就是可以设定好70度，出来那个水温就是70度。我相信啊，有这个70度直出的这个水啊，家里如果有宝宝的观众，真的可以现在用，现在幸福感马上 up。当然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，70度的水还是要放凉才能喝的。怎么放凉比较快？等一下下一个幸福感家电就会提到这个小 tips。再来就是手湿掉可以操作。在厨房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，很重要，所以要讲这么多遍。一般净水器的滤芯呢，它都会有一个建议更换时长，有的3个月，有的6个月，有的1年，有的时间可能更久一点。像我这样子比较怕死的人呢，之前一装就装了3道，所以我有些时候忙起来，我真的就会记错更换的时间。有些时候就会想，我有换吗？居住的地方不同，水质不一样，其实滤芯的使用情况也会不一样。有些时候明明就更换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可是我就看那个滤芯就已经黄了，这样子到底是要换还是不要换？但是呢，极蓄700G 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，因为极蓄700G 呢，它有一个 app， 你可以在 app 上面去看到现在滤芯的使用情况，这样子呢就会比较直观，它会有一个百分比，会告诉你现在滤芯还剩93%的时间可以使用，到它全部都已经使用完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提醒你。除了刚刚提到的可以监测滤芯的使用情况之外呢，这个 app 它还可以监测每天的用水量的情况，还可以设定预约加热。预约加热这个功能啊，其实我没有怎么用过，因为我的需求就是有水喝就好。但是呢，有一些朋友习惯手冲咖啡，或者有宝贝要泡奶的这个需求，每天是定时定量需要用到某一个温度的水，那这个功能就会非常的适合你们。这个 app 里面它可以设定3个时间段去提供你有需求的45度还是70度还是95度的开水。你可以在 app 里面先设定好，在那个时间段开水呢就会乖乖的先帮你准备好，在那里等你。不过这个 app 啊，确实有点百年老牌的感觉，虽然该有的功能它都有，不过这个美工上我觉得还是可以加油一点点的。GE 加油！最近这1个月使用下来呢，我觉得极蓄700G在厨房这个使用场景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，尤其是应对一些像我们这样子家庭构成的使用场景，我觉得它是有思考过的。如果一定要让我说一些它的缺点，它的水箱为了节省厨下空间，做的比较窄、比较高、比较深，跟我们家的橱柜呢一样深，所以它这个机器会贴在门上，打开水的时候呢，水箱机器抽水运作就会直接震动到柜门，所以你在用水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刚好是贴在柜门上，你就会感受到那个水箱的震动。不过这个事情其实习惯了就好。这样比较高、比较窄的水箱呢，它就可以帮忙节省橱柜空间，收纳空间真的就是马上会变大。作为妈妈，我觉得收纳空间这个事情对我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做了一下测试啊，像这样子大小的清洁剂补充装，你可以多放下4、5包。
极蓄700G 的过滤技术，叫耐氯核电技术，可以去除99%的有毒物质，99.9999，几乎所有的有毒物质。除了可以滤除99.9999%的有毒物质之外呢，还可以保留8大矿物质。这一段也是介绍上面抄的啊。但是从我个人的感受上来讲呢，它的水过滤完，你喝起来呢是有一种像矿泉水那样的有一点点甘甜的味道。像在泡茶啊、做咖啡啊、做菜啊，如果你的水本身的口感会比较好呢，这些东西做完之后的成品的口感也会比较好。Chris 在家里面做爱玉的成功率应该会大大提升吧。这次呢，也和知意要到了极蓄700G 的限时超低折扣，还有下单礼送给大家。如果正好要购入这台的观众，记得把握机会哦。好，介绍了这么久啊，这就是 Top 1的幸福家电。接下来讲后面的咯，继续看下去吧。第2名呢，已经讲了无数遍了，就是洗碗机。有的人说家里面也不煮饭，那我觉得就是你要去评量，你家里是完全不煮饭，比如说你1日3餐永远都是吃外送，那我觉得可能洗碗机对你来讲意义真的不是很大。但如果家里是偶尔会下一个厨的，可能会有3、5个盘子、3、5个碗，再加上你平时喝的什么水杯啊，还有一些其他零零散散的小工具，那我觉得洗碗机对你来讲还是会蛮幸福的。很多洗碗机现在都有预洗功能，就是你把碗盘丢进去之后开一下预洗，它其实放在里面，我觉得1天它也不会臭。有一些洗碗机洗完之后它没有烘干功能，那你就会需要自己及时把它拿出来擦干。我觉得那样的洗碗机呢，可能就幸福指数你的感受不会这么的明显。但如果这个洗碗机啊是带烘干，而且是高温烘干的，你洗完之后就其实丢在里面就好了。洗碗机之前其实已经陆陆续续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如果大家有感兴趣呢，可以再去看一看之前几集讲到关于洗碗机部分的表述。真的很重要。7年没有洗碗，都忘了怎么洗碗。我们家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洗碗机洗，瓦斯炉上的架子、烤箱里面的架子，甚至连油烟机里面滤油的那个网都可以丢进去洗，而且它洗完之后真的非常干净。之前还有观众说，哦，你老公不会洗碗，不见得所有的男人都不会洗碗呢。我觉得如果哪个男生很会洗碗，那也是很棒。不过就算我的老公很会洗碗，那如果可以有机器帮忙一起洗，我跟我老公去约会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幸福感家电还是投洗碗机一票啦。接下来这一个呢，是陈老师强力投票、强力推荐大家一定要有的制冰功能好的冰箱，不一定是我们家这台冰箱啊，我们家其实几乎每一个家里的冰箱制冰功能都还不错。像我们有用过30的，有用过 Hitachi 的，然后这一台是 LG 的。这一点我觉得就是那种像我们这样的冰饮爱好者会感受很深刻。比如说我们住到爸妈家的时候，爸妈家的冰箱是没有自动制冰功能的，先要把水倒到制冰盒里面，很小心的要把那个制冰盒拿到冰箱里，然后再等它变成冰之后还要把它弄出来。在使用冰块的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好了算了，要不然就不要吃冰好了。我还有经历过一个很可怕的事件，制冰盒它已经结冰了，当我想要把那个冰块从制冰盒里弄出来的时候呢，我怎么样都弄不出来，我就拿手这样去掰，结果大拇指错位，痛了半年，就这一个大拇指。所以我那之后再也不敢用那个制冰盒，我觉得好可怕。像我们之前就算没有做球冰的冰箱，自动咕噜咕噜咕噜会跑到一个制冰盒里面，你就拿铲子把它铲出来，那样子的冰箱其实也是很方便的。冰饮爱好者可以感受到我说的这个幸福的点，尤其是住在热带地区的我们，所有东西都可以变成冰的。如果你也是一个冰饮爱好者的话呢，在买冰箱的时候就要把这一点功能考虑进去。下一个。接下来这个幸福感家电呢，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，就是烘衣机。之前也和大家聊过，像这样子洗烘分开的机器跟洗烘一体的机器有什么样的区别，以及在选择上的一些心得。因为2个我们都用过嘛，但是不论是洗烘一体，还是像这样子的烘衣和洗衣是分开的这样子的模式，只要带烘干功能的，我觉得都会给我们家里带来更多的一些幸福感。尤其是像一些家里有新生宝宝出生，像这样需要高频洗衣的时刻，或者比如说像一些梅雨天，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晾晒衣服，烘衣机真的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便利。尤其是这样洗烘分开的机器，通常在烘干的时候还会抓一些里面的毛球。我听说现在洗烘一体的有一些机器它也升级了，因为上一次和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说我自己的经验是洗烘一体的那一种，烘完之后会有很多的毛，对于我这样的过敏儿好像不是很友好。但是我听说好像现在有一些机器是洗烘一体的，但是它也可以去抓毛球，也可以把那个毛球就过滤出来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挑选的时候，不论是洗烘一体也好，还是这样子洗烘分开的也好，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找到那样子可以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。
接下来这一个呢，其实很多人家里都有，就是伸缩晾衣架，不一定要我们家这个牌子，我们家是智慧伸缩晾衣架。但是就算不智慧，我觉得也是提升幸福感非常好的一个东西。像很多房子啊，刚买的时候，通常附的那个晾衣架，它是那种普通晾衣架，没有伸缩的功能。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些比较好的社区在交屋的时候，它就是给你交一个可以伸缩的晾衣架。为什么我说这样的晾衣架非常好呢？我记得我在使用没有伸缩功能的晾衣架的时候，每次要晾衣服，尤其是冬天身上穿的比较厚，手要去够到那个晾衣杆就会很累，因为要一直这样手要伸很高，因为我们没有伸缩，所以你就会希望晾衣杆在可以够得到的位置。就算有一些人家里会有那种那个叫什么叉子插衣服的那种，你也会希望说那个杆子不要太高，因为你会插不到，所以就会导致说衣服挂完之后，整个阳台空间里面全部都是衣服。但是呢，有了这样的伸缩晾衣架之后，在不晾衣服的时候，或者已经晾完衣服的时候，就可以收到整个天花板的最上面。所以就算你挂完衣服之后，你的阳台空间走进去，它还是可以自由进出的。所以真的会省很多的空间，而且在晾晒衣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降到。它已经降到最下面了。晾晒衣服的时候，你的手可以很正常的碰到这个位置，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子挂上去，非常的轻松，就不会手一直伸很高，就搞得跟健身一样。陈老师有提到一点收衣服，他曾经单身的时候，他住的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普通的晾衣杆。他觉得晾完衣服他已经很累了，收衣服的时候他不想要再累一次。他是怎么做的呢？只要看到那衣服挂在上面，他就直接这样子扯下来。这样扯也不是不行啦，可是扯久了呢，你的领口就很快就会松掉，就会变成荷叶边战士。这样子的方式对于衣服的保养也不是一个好办法。所以如果你家里有这样子伸缩的晾衣架，因为你的晒衣服、收衣服的便利性增加了，所以你就会有时间有精力去保护你的衣物，衣物的穿的时间呢也会更长。所以我觉得自动晾衣架也是一个幸福感家电非常好的投入。当当当当，挂烫机，挂烫机很多人家里都有啊。我这个就是一个买了非常多年的手持型的挂烫机。刚刚上一题的时候我们有讲到，很多人晒衣服会把自己的衣服晒成荷叶边、海带、梅干菜。挂烫机就是可以把衣服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状态的一个很好的工具。很多时候你有些衣服看一看，觉得说它好像已经很旧了，我觉得它质感不怎么样。结果你用挂烫机一烫之后啊，你就不想丢了。烫完之后，那衣服就是平平整整，就会变得很漂亮。尤其是像我很喜欢穿一些真丝啊，然后麻啊这样子的材料，这些材料洗完之后，如果你不烫过，真的非常皱，皱到没办法看。可是呢，挂烫机烫完之后，它的样子就很漂亮，你就整体穿上去的那个质感也会很好。哪怕是你简单的穿一个 T 恤，稍微烫过一下，整一个穿在你身上的状态也会看起来更精神一点。但是呢，我这一个挂烫机，因为很多年前买，那个时候我跟苍老师还一直在不停的出差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这样子手持的。可是呢，现在我觉得它已经有一点点不太适应我们家庭的状态，因为它的那个加水的口子就这么小一个，我在注水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麻烦的。然后手持的话，我觉得整体的蒸汽肯定是没有办法跟那种直立型的比，所以我最近是在找直立型的挂烫机。但这一台其实没有不好用，只是说我觉得它可能会更适合一些有出行需要的人。那在家里的话，可能会想要再备一台更大一点，长期主义者必备。好，下一个幸福感家电，感应垃圾桶。感应垃圾桶其实现在很常见，有很多的牌子都在出，有充电的，也有装电池的。我们家这个呢是装电池的，因为我们考量到说一个垃圾桶你还要拿去充电，感觉好像有点恶心。我觉得其他场景好像都还好，但是浴室、厕所这一块好像就是特别的需要。因为像以前我们家用的是那种普通的垃圾桶，要打开那个垃圾桶盖子的时候，好像这样按一下就觉得有点心理障碍，对不对？觉得它脏脏的。如果你用那种没有盖子的垃圾桶，那就更臭，因为就整个全天候就打开嘛。但是呢，自从用了这个感应垃圾桶之后呢，每次手挥一下，它就自动打开，你就丢进去。你看这样子啊，挥过去，它就打开了，就有一种欢迎光临的感觉。然后除了这样子之外呢，比如是这样。对他态度不是很好，他也是可以开来，在使用上还是会蛮方便的。当然，在换袋子上面，还是跟传统的垃圾桶一样，要你自己用手去换。那我有听说有那种就自动打包的垃圾桶，我们家这个是没有这么高级啦。但好像那种自动打包垃圾袋的垃圾桶，好像对那个垃圾袋有一些要求，对吗？如果有使用的观众，可以在留言区和我分享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幸福感家电啦，不知道有没有给正在考虑买什么样家电的你一点小小的灵感呢？如果有什么样的幸福感家电是我没有想到的，也欢迎在留言跟我分享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点赞分享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安娜，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啊，我们下周四再见啦，拜拜。